黄伟汉，你说你是中华民国派，你有尊重过中华民国的宪法吗？还是你推销蔡英文两国论？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，再过100年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大清都亡了，114年，竟然还有大清时期的忠臣在此。这是我们的家，世道保不住，但是你必须顽固的留在那里，不能有任何的动弹动摇。等一下，两广总督叶明琛，不战不降不守不死不逃不走。台湾人倒霉，跟民进党住在一起。台湾为什么危险？因为解放军要打台独，不是打台湾。统一的关键是2个原因：第一个，国际政治的现实，台湾人连上谈判桌的资格都没有；第二，人的趋利避害。为什么沈伯洋他爸要去大陆经商 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馆长狂赞中国发展，黄伟汉，台湾人要不要统一，关键不在对岸是否先进。造谣，我明明就没有讲馆长，就有人断章取义，放不完整的影片，说我点名馆长。黄伟汉最喜欢用这一招。我们来现在解析本周汉学题。他说两岸是不是快打仗了？网友问他说，那我们该准备跑吗？黄伟汉就说，那要跑去哪里？怎么跑？台湾是我们的家，那有家不住，有国不保护，那哪个地方会是你的国、你的家？我不希望打仗，但要做好打仗的准备，所以要训练、要准备、要军备、要敌我意识，期待战争，但不可以对战争毫无准备。他又开始绕了一圈，人家明明问他是不是快打仗了，他要先铺陈他的正当立场。这常见的汉学套路，虽然说铺陈这一段跟原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们先不往下看，老师有没有教过？看到汉学写文章，第一件结论在中间，绝对不是在头尾。第一个问题，看来两岸确实很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因为解放军要打台湾，但台湾要打中国吗？没有。中国为什么要打台湾？请问黄伟汉是不是在试着重新下定义？老师有没有教汉学题固定套路，重新定义？各位同学看到这个红线画起来，汉学准备要出手了，因为解放军要打台湾。或许当年国共内战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确实想要侵略台湾，想要打下台湾。但是两岸在经过包括什么解除动员戡乱，两岸开始和平往来互动。你问现在的中共领导阶层，解放军现在就要动手打台湾吗？哪有这款胆气？所以这句话就是黄伟汉要试图塑造敌我意识。所以汉学写作是环环相扣的，他就照着这个假设往下讲，开始偷塞论点。因为台湾有人主张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，当然他说他是中华民国派，台湾是中华民国，台湾有改成台湾共和国、台独建国吗？为什么要打台湾？汉学套路开始绕，可是为什么要打台湾？是他在前2、3句话塞给你这个偷买的假设，是他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所以这是对岸的无理出辱，不是台湾的过错。宪法上的争议，佩洛西、伟安观点过去讲过很多，现实问题上各总统统一之后是哪一种主义？一党专制，这个都可以讨论。但是我请问你黄伟汉，你有认真的告诉台湾的民众关于对岸的主义、对岸的制度，关于台湾的执政党给你多少自由，你们多么符合民主，甚至是独裁？你有没有尽到你媒体人的职责来讨论这一点？你没有，你直接就是贴标签、扣帽子。对岸一定是专制，一定是独裁；台湾一定是不独裁，是非常民主的。可是你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，但是这一段这叫虚文，一点都不重要。那唯一有功能，它塑造一个我黄伟汉带你思考了，所以你明白的那个答案，那是你想的，不是我想的。你不要把你想的套在我黄伟汉头上，我不认账，你断章取义。就在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1949年10月1号那一天开始，是完全不同的2个国家。再过100年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。你说你是中华民国派，你有尊重过，你有理解过中华民国的宪法吗？还是你偷偷的跟着民进党的脚步，把中华民国当成一个空壳、借壳上市呢？你在推销由蔡英文提出两国论，而且他真的没有在场。这个东西是不是跟赖清德在520的谈话是一模一样的？如果你尊重宪法，你应该说的是2个政府互不承认，所以这就是两国论。希望两岸和平共荣，希望中国不想打、不愿意打、不会打，对两岸好，对谁好，对大家都好。那我请问你，你自己都偷塞了一个两国论的立场，你要中共对你的公然主张两国论是怎么样？轻轻放过，还是说对两国论就两国论？你觉得中国共产党这样子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有交代吗？所以黄伟汉整周的汉学题，他想讲什么？他洗地。所以他整篇文章的最关键其实藏在倒数第2句话，其他统统不重要。重点是我黄伟汉赞成赖清德总统，我们誓死效忠赖清德主席、赖清德总统、赖清德万万岁！这就是本周的汉学题。
我帮土条补充几个就好，因为这有一个前后文。馆长在这章里面其实有多次谈到打仗这件事，他有说他是职业军人，这打仗是打不了。那这3段是不是快要打仗？好不了，我们接下来应该想的是说，那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但他告诉你的不是我们怎么解决问题，而是告诉你说这是我们的家，你知道保不住，但是你必须顽固的留在那里，不能有任何的动弹动摇。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。等一下，这以前我们不是有笑过有一个人吗？两广总督叶明琛，不战不降不守不死不跑不走。有没有想到，在中华民国114年2025年的当下，大清都亡了，竟然还有大清时期的忠臣在此。那不希望打仗，但也要做好打仗的准备，就在呼应馆长你是错的。所以为什么人家给他下标说他在回怼馆长？这一段这个铺陈也很有意思，用情感绑架逻辑讨论，这是现代汉学跟以前汉学最大的不一样。对，汉学也是会进步的。对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回到第一个问题，刚刚开始问，那解放军为什么要打台湾？因为他就坏了，可不可以这样解释？也可以，如果你不讨论。那台湾要打中国吗？没有，这是所谓的去脉络化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马英九执政的时候，绿的都说马英九卖台，可是，在马英九的时期，即便是绿营，有没有觉得是不是快打仗？没有。但是为什么赖清德执政之后，反而人民不管蓝的绿的，尤其是绿的，反而开始担心是不是快打仗了？那马英九时期台湾有要打中国吗？都没有。所以变量在这里，这个要去掉，你知道吗？那为什么中国主张打台湾？因为台湾人主张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，是因为是赖清德执政，而且有些人好像也不是。那台湾现在是不是中华民国？是。台湾有改成台湾共和国没有？那为什么打台湾？因为对岸的无理出辱不是台湾的过错。这个其实是现在最新的青鸟理论，本来是青鸟的代言人。那这里有2段有趣，宪法上的争议从裴洛西事件谈过太多，所以就不谈。那这招也很厉害，这是党给你的自由吗？是人民可以直选吗？主席万岁吗？一党领政，想清楚了就明白了，什么意思？他在暗示中国现在就是没有自由，所以就是对岸的出路。不是，他这一段其实他在讲爱主席万岁，一党领政，这才是两岸能不能统一、台湾要不要统一的关键，跟对岸是否先进、富有、高铁快不快完全无关。好，这句话绝对是冲着馆长来，也是民进党现在的焦虑感。以前还可以笑什么高铁没靠背，高铁是德国技术偷来的，中国没有大飞机的人，现在一句话把它干掉就不讨论了，所以这很厉害。所以其实这句话藏的超级隐秘的哦。最后两岸有和平，不想打、不愿打、不会打，两岸好、世界好、大家都好，这个叫单方面的期望。可是它水到渠成这样下来。受不了，任何一个事情它都不会是统一的关键，但是同文同种、有钱、发展、进步是统一的良好基础，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。所以统一的关键其实就是2个原因，第一个叫做国际政治的现实，连台湾人怎么想都不重要，这叫做国际强权。所以川普如果跟习大大谈好，台湾应该支持统一，赖清德并购马上就出来，台湾人连上谈判桌的资格都没有。第二，统一的关键就是人的趋利避害。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当美国人，想要当日本人，会觉得美国、日本发展好、先进、强国？所以如果中国大陆越来越强、越来越好，那会不会愿意当中国人的人就多？会嘛？这趋利避害的本性。不然为什么沈伯洋他爸要去大陆经商？因为觉得赚头你就要填中国台湾，你还不就吞下去？就是趋利避害，人之本性。更何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统一的过程不是一个你主动选择，而是被动接受。两岸如果真的要打仗，一个人说我要投降，你们用赖清德还是把你抓去当兵？那赖清德如果说我不打了，投降，他支持统一了，你台独分子说要打到底也没用。对，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那个叫被动接受。所以在国际政治、地缘政治之下，个人的利害无足轻重。那当我们来回到个人层面，为什么危险？因为解放军要打台独，不是打台湾。台独有没有要削弱中国的利益？有。结束，就这么简单，跟台湾没有关。台湾只是他妈很倒霉，有一群台独分子住在这里。台湾人倒霉，跟民进党住在一起。台湾如果岛内80%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两岸就不会打仗。台湾如果有80%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，统一之后，大陆就会给台湾更多的民主跟自由。因为知道你们怎么选举都是选一个爱国爱台的人出来，所以最后他就讲说，那统一之后到底会不会有所谓的民主啊什么的？那当然我们可以回归到前面，那定义在民主自由的重要性。啥意思？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大陆做的很不好的地方啦，因为独派总是会去污蔑说，你看统一之后就很糟糕啦，你要被摘器官啊之类的。大陆从来就没有给一个统一懒人包，没有告诉大家统一之后你可能会过什么生活，各种的好日子啊，国防的政策支出全部用来做社会福利啊，大陆不会跟台湾收税，大陆还会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来照顾，就随便讲一讲，而且是真的可以落实可以实现，所以搞不好台湾人就会觉得很受到欢迎，或者也会受到一些感动。那这是大陆没有做，比较可惜，因为大陆是讲说要台湾各界去谈判，台湾也不太有人敢去谈。关键就是他讲说，你看，就算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，很像有崇尚自由的台湾人，不愿意跟专制国家统一成一个中国过不自由的生活。我们像好多大陆人来说，他不觉得他不自由。台湾人引以为傲的自由，就是骂领导人的自由。
绿营为什么要担心统一之后他就没有言论自由？因为不允许你这种垃圾人发表垃圾观点。侯汉廷从来就不怕在大陆发表言论，因为我的评价是认真的，我的评论是有水准，我可以针对政策来做分析，我甚至可以做经济政策上的分析，我还可以做商业分析。言论自由是有的啊，台独为什么没有言论自由？因为他只会骂人。现在绿的讲说你怎么不骂习近平？那我就看一下开放一个骂习近平的言论自由长什么样。我们骂赖清德是骂不要做大罢免，做点正事，你不要关税战还在睡觉，不要甜美，做点正事。我们是希望他做好事。那整天在骂习近平暴毙软禁权力斗争，这有什么营养跟价值？这就是绿媒的水准，这就是所谓反共人士的水准，这就是所谓的骂习近平的言论自由啊！要这种言论自由干嘛？所以整天在骂，我们没有骂习近平的言论自由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可不可以骂习近平要反共，端一点像样、有内容、有价值的东西出来？没有。要反共，你要了解你的敌人，你都不了解，你都是幻想的。那你这整天很空口的讲暴政必亡，哪里暴政？你要讲出人家哪里暴政，不然就是去拍切器官、天灭中共、三退共产党，都是这种。而且对岸的论坛有很多关于政策的法律的分析跟评论，不然我一个黄世修，我住台湾，我根本不住大陆，请问我何德何能？难道我有中国共产党内线管道？你们最近要推什么政策 ？pass 给我吗？不可能，我也是透过网络光明正大、堂而皇之的阅读大陆论坛上关于政策法律的讨论，我才知道大陆在有些法律其实是比台湾先进很多的。我举例，比如说，这在大陆黄世修他继续评论核能啊，评论金融，历史哥谈政策都可以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素养，绿媒是绝对没有这种素养，他们整天就在骂马英九干你娘，那就没有东西。蒋万安你这原罪要道歉，不然就封杀 Grace。对，我就讲最直白的啦，说在蒋经国时期那个时候，其实言论也是比较封闭，有一些党外，但是还是有很多长辈都觉得蒋经国那个时期活得很好，活得很舒适，活得很自在，台湾经济奇迹。因为很多人本来就政治冷感，所以根本不想要去追求很无聊的骂领导人的言论自由，更何况你骂领导人没有骂出个有价值。因为我们现在翻开所有外网，骂习近平的都是没价值的言论，现在已经可以让你骂习近平，倒是拿出一条治理14亿人的国家方案出来啊！我觉得我没有本事去拿出一条治理14亿人的治国方案，因为我连调查没有调查过，所以绿营这些人连调查都不调查，那怎么敢发言？那就乱骂，意识形态先入为主，所以才会动不动就乱骂。那当然了，才会有那种所谓的什么大陆厕所没关门，吃不起茶叶蛋啊，高铁没靠背，什么住土房啊，这种一大堆的东西。所以回到源头，馆长去破除这些东西。虽然还是要小小吐槽一下，一开始比较知名骂大陆厕所没有门的是柯文哲。HW 讲黄尔汉先生，他岳家是外省人，所以他理解外省人，但其实他一点都不懂外省人。难怪汉哥有办法在某些时期伪装的有点像外省人，跟马英九在一起有印象，就连我都误判，因为列保线我应该是一看得出来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再讲族群了。对啦。